此刻林安安的香港新奶爸有多开心，原来在避风峡的奶爸就有多失落。即便是知道他一定会被善意的对待，但亲眼看着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离开自己，还是会有诸多的不舍。这是奶爸最后一次给安安投喂胡萝卜的场景，一边投喂还一边叮嘱安安以后要好好吃饭。这场面有一种老父亲嫁闺女的既视感。虽然安安是去香港，并没有离开祖国的怀抱，但他从此以后便是香港户口了。他此生都不能再回到四川老家，所以想到这里还是有些莫名的伤感。即便安安和可可出发时是凌晨3点多，但现场还是站满了送别的饲养员和粉丝们。和避风峡满是离别的氛围不同，整个香港都在为安安和可可的到来而庆祝着，各界名流都纷纷赶来为他们接机。两个小家伙到了新家门口，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观察新环境了。而且不得不佩服香港选熊猫的眼光，林安安和田可不仅颜值超高，而且十分活泼，都是整活高手。林安安可是避风峡有名的越狱大王，他不仅会翻墙，他还会拆墙，凭借一己之力让避风峡加高了围墙的高度。不知道香港海洋公园的围墙够不够高呢？有的香港网友听说安安是越狱大王后，已经打算去门口蹲守了，只是去的时候要多带2个人，毕竟安安1.9米的大高个200大几十斤的体重，确实有些不好抱。而田可雄如其名，长得甜美又很可爱，但性格上却是个假小子，喜欢爬树爱整活。这下香港海洋公园可是热闹了，2只变4只，4只变6只，有老面孔也有新面孔，还有养成系的熊猫宝宝。据悉安安和可可经过隔离检疫后，预计会在12月份和大家见面，希望安安和可可可以早日适应新环境，在香港健康快乐的生活。看妙音长得一脸高冷范儿，其实骨子里比金虎还要虎。网上至今还流传着妙音玩滑滑梯3次撞头的黑历史。妙音用10分标准的滑梯姿势从上面滑下来，然后结结实实的撞到了门上。不服气的妙音立刻决定再来，结果这次同样是撞的脑袋嗡嗡响。不信邪的妙音又来了第3次，这次终于把自己撞住了。只是妙音这段黑历史一直都是由金虎在背锅，毕竟这件事说起来更符合金虎的雄设。妙音虽然不喜欢金虎，但他特别喜欢飞云，可以说是飞云的小迷妹。飞云这天心情不太好，躺在木架上独自 emo， 妙音就拿起抱枕疯狂舞动，来试图逗飞云开心，还一边摇一边观察飞云这边的反应。结果飞云嫌他太吵，爬起来一脚踢飞了木架上的小黄鸭，以作警示。妙音看到这一幕后，立刻石化在了原地。还有一次是妙音心血来潮，玩起了不锈钢盆盆，他把盆踢得哐哐响。玩嗨了的妙音此刻还没意识到，他刚才的行为已经把隔壁的飞云吵醒了。有一丢丢起床气的飞云，此刻已经摆出了想揍熊的架势，随后发出了一声汽笛声。妙音听到后秒变老实，背对着飞云抱着盆盆一动也不动，像是在说不是我不是我，刚才是金虎踢的盆。妙音最爱吃的食物是窝窝头，这天妙音一手拿窝头一手拿苹果，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一时间不知道先吃哪一个。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，他还是选择了最爱的窝头。还有一次妙音正在慢条斯理地享用着自己的窝窝头，这时奶妈突然对妙音说可不可以把窝窝头给她尝尝。妙音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拿窝窝头的手递向奶妈，滴溜溜转的小眼神里都是戏，内心 OS 这娘们不会真吃吧，我只是客套一下呀，她不会咬很大口吧。就在这时奶妈对妙音说她不吃了。妙音听到后迅速收回拿窝头的小手，那是爬起来就跑啊，生怕跑慢了奶妈就反悔了。而且别看妙音长得娇滴滴的，她的声音和金虎比那可就粗犷多了。这天奶妈本来在和妙音说话，隔壁的金虎受不了，非要刷波存在感。我回教你呢，这不带孩子呢。结果妙音只是很不耐烦的嗯了一声，即便奶妈再次确认，妙音也是很敷衍的回答：金虎刚刚教你了，听见没？而且奶妈还说过，妙音平时都是不出声的碎碎念，如果全说出来，估计比金虎还要话痨。哎，小嘴儿嘟嘟囔囔，嘟嘟囔囔的。妙音要是能讲话哈，金虎根本算不上话痨。我们一天小嘴儿嘟嘟嘟嘟嘟嘟的。原来你是这样的妙音啊！果然大熊猫都逃不过被卡头的魔咒。艾姐把头钻过吊桥的空隙，打算从吊桥中间穿过去，但她尝试了一下，发现过不去，于是想着再退回去。但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来时候好好的，却回不去了。于是艾姐拼命挣扎，连脚丫子都在用力，头套都挤变形了。艾姐不仅秒变松尸，连五官都拧巴到了一起，最后用了9牛2虎之力才把头从缝里拔出来。其实这个吊桥和艾姐的梁子早就结下了，于是懂事的奶橙已经安排人把吊桥的位置改了。艾姐卡头的名场面还挺多的，去年的叮当猫吃熊事件现在都记忆犹新。艾姐那次是真的慌了，都急出了狗叫声。事后艾姐还跑去给妈妈告状，于是就有了二顺妈妈带着爱爱霸气巡场。
二顺妈妈的眼神特别犀利，感觉充满了杀气，恐怕被她盯着的游客那会儿大气都不敢出吧。纪孝季憨憨作为一个搞笑女，小时候也是到处卡头。有一次，季憨憨的头被卡在木架里面，怎么都拔不出来，把自己急得撅着屁股转圈圈。摄影小哥目测问题不大，便在通知奶妈后继续360度无死角的拍摄。折腾累了的憨憨用幽怨的小眼神瞪着摄影小哥，内心 OS 拍拍拍就知道拍，没看到本国宝已经动不了了吗？等我下去了，看我不摔烂你的破相机！闻讯匆忙赶来的奶妈一边吐槽憨憨的脑壳大，一边把他从下面抽出来。果然大熊猫只要是头能过去的地方，身体一般都能过得去。福宝小时候也被卡过头，当时他是歪着脑袋从2个树干之间往下下，结果下来后发现脑袋抽不回来了，把福宝急得4肢都在用力，但是大脑袋还是抽不出来。当时的福宝真的是被吓得嗷嗷的狗叫。宋爷爷看情况不妙，赶紧从树上下来，提着福宝的脑袋往上拽，尝试把他的头从树杈里面抽出来。宋爷爷用膝盖托住福宝的身体，一点一点的把福宝往上推，最后被成功解救出来的福宝一脸的惊魂未定，过了好一会才缓过来。猪八花被卡头的次数就更多了，有时候像倒栽葱一样卡在那里，只能看到2只晃动的小脚丫。花花小时候和圆润干妈在一起的时候也被卡过头，她因为脑袋被卡住了，身体就一直不停的咕悠。不知情的小狗女士还一脸笑呵呵的看着游客，像是在说我家闺女有点调皮，让大家见笑了。当小狗女士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后，便准备去解救花花，但毕竟熊有3级，小狗女士突然尿意来袭，便决定先解决一下内急，再去救干闺女。圆润，闺女先等等，妈妈马上就来。大熊猫严重咬伤，4只肌腱均被咬断，抢救时血液几乎流干，经过全身换血才捡回一条命。醒来后不仅没有丝毫怨言，而是满脸笑意地看着凶手。我们的饲养员维华到底有多爱大熊猫？事情发生在2016年12月，喜妹带着巴喜来到天台山野化培训2期，可能是初来乍到有些警惕，饲养员连续2天都没有看到幼崽巴喜的身影，这让维华心里十分不安。而且通过巴喜的项圈定位显示，它的位置在野化培训圈的最西边，而喜妹的位置在最东边。因为担心幼崽会有危险或者吃不到母乳，维华和其他2名饲养员决定穿上熊猫服，进入到野化培训圈内去查看巴喜的状况。当他们顺利找到巴喜并确认他安然无恙，正准备离开时，转身竟发现喜妹已经出现在他们身后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起初维华并没有太惊慌，因为自2014年起他已经照顾喜妹有2年多的时间了，可以说他们彼此已经非常熟悉。于是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竹笋扔给喜妹，喜妹也接过竹笋吃起来。于是维华和另外2名饲养员已经转身往出口方向走去，谁曾想吃几口竹笋的喜妹竟向维华扑了过来。我这里面跑不快嘛，没有路嘛，都是没有路的。他吃完嘛，那母兽吃完马上就又追过来了。我那时回头过来，他都走到我追到我的身后了，没有法子，那是挨了咬，起码咬了7、8分钟，手脚嘛都挨咬翻嘛，那个很陡的坡都咬翻，滑了7、8米，他还想继续追下去咬。被送到医院的维华已经失血过多，奄奄一息了，输了4000cc 的血才抢救回一条命，而且他的手脚多处骨折，左手掌的半个手掌几乎被咬掉。维华度过危险期后一直积极做康复训练，他说他还想尽快的返回到工作岗位上，继续从事大熊猫的饲养工作，可能只有真正发自内心的热爱，才能做到如此义无反顾的奉献自己吧。后来在一次采访中，维华说道，从事大熊猫野化培训工作那一刻起，他们已经做好了被大熊猫攻击的准备。他还说，虽然被喜妹攻击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伤害，但也说明了喜妹具有很强的野性，护崽能力也很强，那么他就会把这种野性传递给后代。虽然我被熊猫咬伤了，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幸的事，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，从那个熊猫的角度看，他这种行为说明他那个母兽嘛，母性强，负载能力强，野性强，他这种能力可能要跟那个幼崽一起生活在一起，又会传授下去，这样就非常好。所以从事大熊猫保护的工作人员在用生命保护着大熊猫的本真，它们是野生动物，不是宠物，只有让它们保持野性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，这也是这么多年野化培训工作最重要的意义吧。